门下自有青州名女梅林，救驾有功，忠顺可见，特封宗硕郡主，赐陪嫁100台，享和亲公主之贵，以和亲于西燕少君，以示两国交好，主者施行。梅林救驾，不为赏赐，只求青州一案能够真相大白。青州一案，这一责成三司重审，定会给青州一个交代。你心怀大义，朕深感欣慰。从此以后，大燕皇室就是你的娘家，相信你会与燕妃一样，为两国和平承担起自己的责任。少君，此为我大燕开通青州边贸的各种文书，涉及两国百姓惠利之事。大燕愿与西燕共襄盛举。待本君与少君妃回到西燕，定第一时间与父君商讨边贸事宜，再派使者出访，以敬谢大燕皇帝之相助。陛下圣明。
门下罪臣慕容玄烈、魏谋上尉与原贤王府詹事李钦、原莫州守备张应合谋，于昭明15年火烧青州，嫁祸威北军，致使忠义之师覆灭，青州百姓死者不胜其数，生者倍力艰辛，实乃大言千古罪人，罪极当诛。今召天下有司，威北军赐灵刻碑，以慰忠灵。青州免赋3年，以祭亡魂，主者施行。陛下圣明。景王私蓄武装，本应治罪，念其救驾有功，功过相抵。谢父皇。云落梅纵容罪人，加害忠臣，念在你有悔过救驾之举，免去死罪。罢平南军主将之职，贬为莫州司户参军，无诏，不得返京。谢皇上。朕承祖业35年，自认兢兢业业，不期教子无方，以任非人。青州人祸，亦是朕之过。朕会下罪己诏，以铭记惠阳百姓，治安天下之责。终于打胜仗了，开心吧？开心死了！我跟你说，我媳妇儿寄来家书，说儿子已经会下地走路了。哎呀，恭喜你啊！哎，能不能让嫂子给我也介绍一个媳妇儿啊？行啊，我媳妇儿刚好还有个妹妹，回头我跟你说说啊，是吗？好啊，那咱以后就亲上加亲了啊！杨副将，你年年都留守军营，这回打完了，你终于能回家看看了。我是青州人，收回了青州，就是回家了。是啊，将军说不破西燕不归家，俺还跟家里老娘说至少要10年，没想到俺这就回家了。哎，咱们这就回家了。洪道家，你老娘就再也不用在门口等着你了。是啊。将军。泾河覆灭。
我幻想过无数次你穿嫁衣的模样，但没想到会是在如此的境地。我还以为你不想再看到我了。嫁给殿下，也是落梅的心愿。有你这句话，纵使我下地狱也是开心的。慕容玄烈这一生既无纵情畅快之事，所有美好的回忆都是跟你有关。至今，我仍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每一处细节。那年你8岁，公侯府的公子们围着我，你要帮我出头。你说看不惯以多胜少，想起来那还是我人生第一次打架，真是痛快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8岁的小姑娘是将军家的女儿。每次你进宫看贵妃娘娘，我都绞尽脑汁要去凤仪宫。时间久了，娘娘也觉得奇怪，我只好找老三当挡箭牌。现在想起来，原来这么早，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因为我不敢。你知道吗？我有多少次看你，你就有多少次在看景和。即使我告诉你我的心意，你也只会选他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早点告诉我，可能结果就不会是这样。会吗？会。但你若选我，我就不敢去赌任何失去你的可能。能死在你手里，此生圆满了。殷将军敬的是毒酒，而落梅
就只能送到这儿了。望将军一路山水重重，都能云开月明。如今，我已担不起你现在的这声将军了。当年青州大火之后，西燕主战派石胜，称要踏平青州，扫荡我大燕疆土。我知道，是殷将军力挽狂澜，给了青州10年时间休养生息。如今，南越军不断骚扰我大燕边疆，我相信，以你的能力，不出3年，必定会让南越主动议和，而殷洛梅也定会重新掌管平南军将印。届时，本王再与殷将军痛饮庆功酒。好，这顿酒我喝定了。那日我与他喝了最后一杯酒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真的会选错。只要你还记得冲锋谷，就一定不会选错路。殷洛梅，保重。儿臣见过父皇。这翡翠绣架，还是你出生那年，真命人特制赏给你母后的。翡翠绣架裂了缝，你喊冤，朕跟你母后都没相信你。青州之事，你受了委屈，朕还是没有相信你。老三，你心里怨朕。是。可儿臣更怨自己，儿时顽皮，犯了错怕受罚，都推到大哥头上，以至于儿臣后来喊冤，也没人相信了。那时，父皇不信儿臣，也是自然。老三，你没说真话。父皇希望儿臣说什么呢？其实你一直怀疑朕，是朕包庇你大哥，所以你才用和亲美人刺杀自己，意在用舆论逼迫朕，对吧？请父皇治罪。朕若想治你的罪，便不会在这荣安殿见你。朕想听听你的心里话，就是父亲想听儿子的心里话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已经不对我说心里话了？父皇，当时您真的没有怀疑过，是有人刻意给儿臣、给魏北军泼脏水吗？为何当初不彻查此事？不是不查，是查不了了。当时外敌环伺，民情激愤，越查越是危险，所以朕不断地提醒自己，也许真的是老三贪功犯了错。总之，必须快速给天下一个交代。儿臣明白了。父皇终究是天下的君王，不是儿臣一个人的父亲。
是朕太贪了。总之，经此一役，朕便可以把这大燕的江山交给你了。父皇，怎么？你还想上战场？朕从来没有想过让你长留军中，也没有想过让你一直统领魏北军。朕已经为魏北军证明，你也有自己的路要走，该放下执念了。慕容景和，不要辜负朕对你的期待。父皇，儿臣还有未做完之事。你要干什么？儿臣想去青州。如今青州乃是父皇与西燕少君拟定重修和平、开通边贸的城郡之一，这是重振繁华的好时机。青州毕竟是因为儿臣才遭此劫难，由儿臣来做这件事，也算是善始善终。也罢，当年你在青州失去了民心，如今也应该在青州找回来。青州，绕路青州，只耽误半日路程。我想，你一定想家了。青州大火之后，我便没有回来过。没想到一别竟是10年。梅林，你阿爹阿娘葬在哪里？阿爹阿娘没有坟墓。当年死了太多太多的人，为了防疫病，官府一并收敛了尸骨，都埋在了这片地上。这些石堆是活着的人用遗物堆起来的，就算是祭奠了。本王要扣押你的簪子，咱们的账一笔勾销。我的簪子，你可要保管好了，若有一丝损坏，你要用一辈子来赔我。阿爹，阿娘，女儿回来了。我们青州的公道讨回来了。是他。陪女儿走完了这条路，少君，我把13楼丢了。让他好好哭一场吧，哭出来，才能继续往前走。姐姐，你可以帮我把这个挂上去吗？我想求神仙帮忙。这个祈福带，只有挂在高处才能求神仙。可阿爷说，爹爹和娘都去了天上做神仙，他们在哪儿，神仙就在哪儿。
来。今天想多吃一个果饼，帮帮妞妞吧。妞妞，你是神仙派来的吗？妞妞说的对，家人在哪里，神仙便在哪里。这石堆不光可以用来祭奠，也可以用来祈福。阿爹、阿娘，你们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，把不开心的事都忘记。我要好好活着。待到太子谢罪伏诛，本王也帮你开一家春花饼铺。那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哎，咱们打个赌吧，要是我种出来红果，你就嫁给我。红果已经发芽了，是好兆头。去拿个花盆来。是。等扳倒了太子，局势稳定了，我们就一起回青州。你开你的果饼铺子，我做我的威北将军。闲暇时提笔描眉画画，动乱时提剑保家卫国。这样的日子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答应你的事，至少也要完成一件吧。王爷，梅林和少君快到西安王庭了。那我们派去暗中保护的人，待他平安到达，再把人撤回。是。是少君的马车，是少君把月昆仑带回来了。天神佑我西燕，拜见日昆仑，拜见月昆仑。少君，西安百姓崇神敬神，你我是能给西安带来福祉的日月昆仑转世，自然会被百姓敬拜。可是我并非真正的昆仑转世，假借神女之名娶你回西安，既是当时为了助你脱身的无奈之举，更是我想名正言顺地推进两国互市的有意为之。两国通商顺利，财帛入库，夫君就会真的相信我是神选之人。你我合力之时，便不会影响两国关系了。我明白，多谢少君。梅林是知恩图报之人，
我也更希望两国再无战事。少君放心，我一定会全力帮助少君谈好边贸。请。刺史大人清廉，不爱那些名贵的花卉，倒是把这些野花留下了。死不了，死不了。少君，少君妃，这边请。走吧。少君，少君妃，请。欢迎少君、少君妃到访青州。二位别来无恙。见过刺史大人。大人安好。好。没想到刺史大人便是景王殿下，这天下还真是小啊。少君与本官和青州的渊源不浅，少君妃也是青州之人，许是天意，让我们在此重聚吧。既然刺史大人与少君还有少君妃乃是旧识，那此事便方便了。只要3位通力合作，青州定会成为边境最繁华之地。青州互市意味着两国边境贸易关系的成败，大言为此设置了护市监，而李姐大人就是第1任护市监察。日后西燕行商的大小事宜均可在护市监办理。另外，此番西燕少君亲自前往商议护市之事，足见西燕的诚意。本官也会就着护市的具体事宜与少君多方商议，力争互惠两国。大人，这是此次边贸商议，我西燕列出了几条重要事宜，还望大人过目。我西燕对边贸互通极为重视，希望可以在青州建设西燕土邑的商铺。此次与本君一同到访青州的还有一批客商，其中包含有在西燕名望极高的燕来香馆，也希望可以在青州开设分铺，还望大人可以在青州商会中多行惠理之策。路不通，则利不往。西燕和大燕若能修通官道，则功在千秋。少君的提议与本官的设想不谋而合，想来西燕护市之事定能顺遂。久闻少君乃是义中圣手，城中耆老多有同道中人，对少君都是慕名已久。下官恳请少君与其中魁首手谈一局，也好为燕燕两国奇谈增加一桩美谈。足下谬赞，本君不过闲暇之时偶尔游艺，今既得耆老青眼，本君确实不恭。
少君，请。少君，屋里太闷热了，我出去透透气。嗯。阿娘，女儿该往前走了。往前走始终是歧路，刺史大人又何必累人累己呢？少君多虑，我知道前方的路该如何走。如此甚好。本君也只不过是好意出言提醒。我也要提醒少君，勿要忘记当初立下的誓言，绝不行任何强迫之事。论言出必践。大人好像没有资格提醒本君。雪龙须不出1月即可开花，届时，大人给他种下的毒脉即可解除。解毒之后，
梅林何去何从，便是他的自由。不过大人怎知，他不会选择继续留在西燕，做本军的少军妃。夜深了，大人还是早日回府衙歇息吧。来，披上。梅林，夜路崎岖，别回头。万事朝前看，行路往前走。有些记忆已经刻在了骨肉里，想忘记不容易。我回头是想看清来时的路，确认自己不会再走错了。你不是说过，路会越走越亮吗？护市开放在即，一切都会得偿所愿的。哦，对了，阿家的香馆要开业了，他邀请我们明日去香林泽乡。香林泽乡？西燕遍布香馆，这林中泽乡是他们常用的揽客之道。不过这个阿家还真是个人精啊，他让我们去做他的第一批客人，少不了帮他出主意。他用一些免费的香包，就想把我们打发了。第一批顾客，那我鼻子很灵的，阿家要吃亏了。梅林，他好像也邀请了刺史大人。如今刺史大人是最了解青州的人，阿家还真是聪明，那他的生意一定会越做越好。